线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唐美云，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里跟各位好朋友来聊聊天，来分享我这个录影拍戏的一些让我自己觉得很特别的经验，要跟大家来分享。如果认识我的朋友们呢，大部分都会在商业台看到我在参与这个昂档戏的演出。那近期呢，可能有更多看到我在大爱电视台，时常有一个常态性的播出的《高僧传》。很多好朋友都问我说：“哎，唐美云，你在这个演出《高僧传》的时候，我都常常看到你演的是高僧大德，那你视线的这一个造型是真的是落发吗？是真的圆顶吗？”跟各位好朋友报告，是的，是真正的圆顶，就真的是落发哦。那有的人会说啊，是安怎跟他拍戏呢？你哪只功夫？那我想要跟大家讲我的这个对于拍摄《高僧传》过程的这种恭敬之心，还有虔诚之意。其实呢，在大爱电视台，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各种不一样形态的节目，有大爱剧场，然后也有很多医学上的这个节目。那有更多的是可以净化心灵的，有上人开示的这个草根不提哈，也有真济这个故事，也有正言上人说故事，这是真适合迄个专家在咧欣赏的故事。那《高僧传》呢，这是正言上人。他希望以这个戏《高僧传》，用这个戏来演绎历代的高僧大德，把他们求法、传法、传戒的这种伟大的精神，还有这种信心毅力，可以让他演绎出来，让更多人可以了解。现在现代人哦，这个抗压性较低，这个较袂着，那什么代志哦，拢会怨天怨地，拢会感觉家己足辛苦的。一样米饲百样人。其实呢，我们当在埋怨自己生活上的种种不如意的时候，其实怎么会知道世界上各个角落有比我们更辛苦、比咱更艰苦的人？在咧照着戏来演出人生。历代的高僧呢，他们求法、传法，因为的是为着要利益众生，所以完全把我这里我拢甲放咧一起度我，都把它置身于生死之外，迄拢无重要啊。但是反观于我们现代，咱会感觉有真侪代志拢以我来作为出发点，所以伫咧做任何的代志，拢会先考虑对我有帮助无，对我有利益无。你毋是去考虑到是毋是对别人有帮助。但是现代的人会讲啊，人敢都是安尼啊，当然是先考虑家己。我想从这一刻开始，从您有在线上收看我在跟各位做分享的这一刻开始，咱来做一个实验，好不好？如果每一天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去帮助别人，这个帮助别人不是说一点我都要开真侪钱去帮助别人哦，你是你一个起心动念，一个小小的行为。譬如讲，咱要出门的时阵，伫路看到一个囡仔伫咧哭。咱就进前去甲问讲，小朋友，你是安那伫咧哭？伊就讲我的玩具可能掉到水沟仔底，还是讲我的物件落对边仔去。你那个当下只要愿意随手去给他倒三工，帮助伊找倒回来，你就会发现这个小孩子伊就会真欢喜。搁再来，咱若是去市场买菜的时阵，逐摆拢嘛讲买菜爱送葱啊，若无就爱送姜。啊，其实对着这个小摊贩而言，因每一项菜。每一项卖出的物件，对因来讲，拢是真重要，迄是因的收入。但是，假使你若是愿意讲啊无好，我这项菜买偌济，互伊甚至我加加你一项，加个1块钱、2块钱，你就会当互伊真欢喜，而且甚至伊会愿意我加送你。为什么？因为你在那个当下，你是存在的一个布施的心。买菜的过程，布施一点点银角啊当剩，可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布施的是你那一份爱心，对，所以呢，有真侪种布施的方法，身体力行嘛是一种。好，我们现在又说回来，演绎《高僧传》，高僧呢，历代高僧。佛国初经第一人，中土风律无上心，四方绝育，
老卡印，总有伟业要先定。法显大师是为中土西行天竺取经第一人，比这个三宗法师、显宗三宗法师也可较早200多年。更令人敬佩的是，以62岁的高龄出发，发愿完备残缺的律藏，并匡正佛教乱象。大师取经的路线是陆路去，海途归，历时14年的艰苦旅程，脚步横跨20余国，成功吸回经典12部、60余卷，共计100万余言。大师面对冰灾、雪山、沙漠、狂浪、盗贼与心魔的考验，回国以后，为嘉惠后代取经学子，以78岁的高龄再次发心，将所见所闻整理为《佛国记》，被后世誉为佛法东传以来第一人。我还记得当时在录制这个法显大师的时候呢，真的是为大师所感动，以高龄取经，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考验，甚至于在回土的时候呢，因为被这个外道误会，它是以一个邪魔的这个象征，所以要把它丢入海中，更要他把所有的经典全部抛弃。那大师呢，法显大师，他宁愿牺牲是自己的生命，他也要保护所有取回的经典。所以呢，发愿为佛教而行，发愿传承经典，总是会有龙天护法保佑。所以大师在数次的惊险当中，终于得以保全生命。另外，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可能各位比较了解知道的这一位智者大师。教官宗齐发圆融，闪地并中世无双，一念3000化万象，50时不教传千江。智者大师为中土第一宗天台宗实际奠基者，其教观双美，禅智并重，将龙树、慧文与慧思3位祖师的思想统整并发扬光大。先以一念3000圆融法华三昧，再以58教和谐千门万派，又为《法华经》写下旷古绝今的重要注释。法华文具、法华玄义与摩诃止观，历代尊称为天台3大部。智者大师是两朝国师，在乱世里继承了法华衣钵，在天台山首创放生祠，并且为后世创宗立下了坚实的基础。其高远的愿行在《高僧传》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一位留下与世尊一样有降魔记录的大师。天台山华顶降魔被后世誉为东土世家。当时在录制智者大师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段很多场戏让我都觉得真的是很感动。智者大师呢，在大爱电视台这个播映完毕以后呢，我们在前2年甚至于还到了这个马来西亚、新加坡当地去做以系弘法，就以智者大师还有光目女救母来为各位的这个广大的会众，还有所有的家人们来演绎智者大师。当时在现场的演绎呢，跟电视录影的感受很不一样。因为电视录影的时候呢，我们是依照场景，然后打横录制，就是同样的场景，我们就会把它集中来录制。那所以呢，对于个人的角色，只要是熟悉以后，我们总能够是很顺利的把它衔接起来。可是，在舞台上的演绎，舞台上的公演完全不一样，它是一气呵成的，就是从头到尾，大概在2个小时以内，
把这个角色跟故事全部都把它演绎完成。所以真的是内心的那一种触动，内心的心灵是真的很深刻，而且很感动。智者大师呢，他在当时离开家里的时候，然后这个走修行这条道路，为众生来供奉出家己，来为众生学佛。其实你的过程在花店哈，在咧航模时阵，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当他在入定的时候，入定关的时候。他在定当中看见他最尊敬、最怀念的师父，还有也看见了他自己日夜思念的父母。所以在这个境界当中，师父劝他就放弃修行吧，父母就劝他回来吧，孩子。所以其实在当心中充满思念，然后可以见到师父还有父母的那个当下，他是感动的，而且是满怀愧疚的。第一个是面对师父，觉得自己的修行这个程度还不够，而且不够努力，应该是要更努力的为师父来传法。好，那再来就是见到父母，觉得自己很不孝，不能留在父母身边，好好的孝敬双亲。可是当很快速的这个时间，片刻之间，他马上懂得看清楚了真实的现象，所有一切相皆是虚幻，皆是考验，因为他相信师父不可能劝他放弃众生，不可能劝他放弃修行，更不可能因为这样子就叫他们全部都放弃，回归到原来。所以在当下当时，他愿意把他所有的修行、所有的苦恨、所有的所做的利益众生的这些功德，全部回向给自己的师父，回向给父母，回向给所有众生。所以在当下即刻破除自己的心魔。那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再来人啊，最难过的那一关便是自己这一关。自己这一关，我们总是会在人生的这个生活当中、修行当中，我们总是会想尽各种方法，想尽各种说辞来说服自己啊。今仔天气足冷的，寒天人本来就是足爱困的，被底较烧，啊无带被加揪一时也好啊。啊，不要紧，我今仔无去参加，反正也够有明仔载，就这样子。还有明天，还有明天，一天过完又一天。殊不知，我们一直在浪费生命。生命总是在这样子，点点啊，慢慢的流失在我们的指缝之间。时间绝对袂因为咱给留落来，一时一刻。如果我们不懂得好好把握的话，我们真的就是在浪费生命。所以呢，对当时的录制智者大师，还有这个现场演绎，我真的是也是特别感受特别深，而且尤其是师徒之间的对话，师父对于智者大师的传承，到最后智者大师对于弟子的传承，传承一代过一代，但是上重要是我会记得一项代志，莫做最后断将临。传承呢，我们现在很多不同的工作场合，我们都在讲传承。这个传承不是干那宗教里面在咧讲传承尔，甚至是先生在咧教徒弟啊，我们也是讲传承，把老师所有的一生所学的所有的精华，都传承给我们的弟子们。那请问我在咧教戏剧，我自己在教序曲的时候也是一样，把我这一生所演过的戏、所学过的功夫，都传承给我们的弟子们。那可是呢，其实在不管是在宗教信仰的传承、师徒之间的传承，还是在平凡世俗当中的事物传承，咱敢有真正把握到精华？我们有真正的用心去做吗？我们真的有做到老师教给我们的，还有就是师父传承给我们的？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真的有仔细的、用心的去做吗？
传承应该是都要步步踏实，而且都要真正是认真去做。所以我想传承并不是只有在宗教的传承上面，甚至于在我们的生活的事物当中。所以咱真正都要做把握到这点，师父传承给咱的，或者是老师传承给咱的，咱都应该都要用心去完成，用心去做。好，那提到这里，我们就再来分享下一位演绎过的真谛大师。真观为实，无外尘；谛听本心必为因。大义经典自坚忍，书学独步传承真。真谛大师为天竺的唯识学高僧，有三宗之名，被尊为中土四大译经师之一。伊却也是命运上界坎坷的一位。来华的23年期间，超过一半时间都在逃难，但于颠沛之中，译经不断，伊继续同款伫咧译经开创边讲边译的方式。是故除了经以外，更有解释此经文，而且解释此经之论书。而参与翻译的佛弟子也同时成为经师。大师并没有受到皇室的礼遇，不具备大规模的译经场与人才，且来华以后才开始学习汉语。他全部都是靠着自力与善缘，便在战乱之中译出了64部、278卷的经典，最后更埋骨于中土。他未能回到天竺的家乡，被后世誉为舍律宗与俱舍宗的祖师。真谛大师呢，前不久才刚在大爱台播出完毕。我们更为了此出戏到了柬埔寨出外景。咱拢知影讲吴哥窟迄个所在，伊是一个观光地区。其实以前嘛有真侪观光客去遐咧佚佗，因为迄边古迹嘛世界文化遗产嘛。那真谛大师呢，在这个历史上的记载，他曾经在那个地方停留了3年，在那边弘法3年，后来才被邀请到中国去传这个唯识学。所以在演绎真谛大师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就到了这个吴哥窟那边去拍摄。当然也非常感恩，像到日本拍摄，也有日本当地的志工菩萨，就是有师兄师姐，还有到吴哥窟那边也是有当地的师兄师姐，就谢师兄他们来协助我们，才让我们得以完成。吴哥窟迄个所在呢，是一个热带地区温度上悬，甲中昼的时阵会当甲差不多要40几度。啊，这个去到日本呢，伊的温度是这个零下，所以完全是这个落差这个温度整个落差很大，真的就是一个修行的这个心情那底下拍摄，因为演绎这个真谛大师一起对这个印度来到天竺嘛来到家，所以呢整个过程拍摄过程都是打赤脚、褪赤脚。褪赤脚呢，平常时咱就知影台湾以前其实褪赤脚的年代，以前其实阮嘛捌经历过。褪赤脚打大涂骹真好，但是呢打大40几度的温度，可能都敢若亲像伫咧铁板烧顶面你会发现骹踏落去完了，规个骹底是拢真正烧甲互家己拢无感觉。那到收工回到饭店的时候，整个在卸妆，因为扮相都是从这个头皮，然后耳啊、脖子、双手还有脚，规个拢是爱抹乌的。而且唔那是乌的，唔是干那抹尔化妆尔，甚至都要用喷的，真的就像干那咧做迄个美术安尼那所以呢，回去卸妆的时候，脚底卸妆，镜头啊、脚镜头啊，该旁有的所在拢要会碰趴，安尼就知影讲温度有偌烧。那当然，因为这样子的拍摄过程，让我亲身的感受跟体验，也让我更可以感受到，其实修行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迄才是外相尔，只不过是走路，陪娃吉凶礼义。可是真正的内心呢？内心的修行呢？是不是真的？它真正困难度都够较大。所以呢，对我来讲，除了
在那个环境的学习拍摄过程，让我看到、感受到，而且真正的了解到上人的法在那里也发现到了。为什么？我来跟各位分享。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在那个有很多有几间寺院，还是古迹哈。有一天呢，在那个场景拍摄，在去拍到一半的时候，忽然间一只狗走里来。那这只狗走里来呢，因为现场的工作人员就跟我讲，伊讲老师等一下，我们等一下，有一只狗走里来啊，一只猴子跑进来了，我们先把它赶走嘛。我说不要赶它，先不要动，就跟他说，他应该听得懂。伊讲哈，伊这不知是听英文的，听台语的呢，安尼讲敢听有？我就讲没有，他真的会懂，他就跑进来。我怎么讲？我讲我们在拍戏哦，你可以不要在这里吗？你可以离开吗？他就看着我，结果我不跟他讲不要紧，我直接跟他讲一个，伊怎说坐落来，他就坐下来，就这样看着我。哦，我马上想起来，我说你是肚子饿吗？你巴肚枵是？我就叫他们赶快看有没有什么零食，会当回家吼，有迄个刺绣啊。结果因为出外景嘛，大家拢会炸一寡台湾的丹炉凤梨酥。而且是一片一片包装的这个一袋凤梨酥，因都贴给我，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讲那好，凤梨酥给你吃，那吃完了你就可以离开。那我就把凤梨酥交给他的时候呢，我发现一件事情，这只狗吼，这只猴子，伊摕到我的物件，第一，伊无用抢的；第二，伊无紧走，伊是接到往来所完了，他就跟我，伊的目睭眼神就跟我对望。真正我的眼神就这样子就对望，好，就是会现在看到这张照片这样子，我们就是这样对望，就是因为他有停留了几秒钟哈，所以才会看到这张照片，而且对望完以后停留个几秒，他居然看着我，他还跟我点头，我那个当下觉得哇，伊咧甲我点头，就是咧甲我说多谢。就诚恳的眼神，甲我点头完了，才甲往来所接过去。接过了后呢，伊才开始嘛，唔是足赶紧的哦，伊才慢慢啊掰开，啊，伊就慢慢啊食。然后我就底下，我就一直看，我就想说，哇，这只狗那这么有灵性，这么有灵性。然后吃完了，我就跟他讲说，好，我们要开始拍摄了，你可以先离开了吗？结果他又一直看我，我讲啊，伊赶快要搁食无饱的款。啊，到尾啊，我就叫工作人员有物件赶紧摕出来我食。好，有人就多炸一个这个粿子，炸一粒柑嘛，带一颗橘子，我就把橘子给他，然后呢，他就继续的剥橘子，然后吃完以后，我讲你可以离开了吗？我们要开始拍摄喽。结果他还是不走，我就问他们说，还有人有带零食吗？没有呢，事成伊就怎么讲？老师，我剩下最后一个凤梨酥，可是是压扁的凤梨酥。咱知影吼，台湾的凤梨酥就好食的，外口是饼，内面是瓤，底变去就是表示会有很多饼油啊，那个饼的屑有没有？然后我就拿给他，我讲最后一个了，吃完你真的要离开，要不然我们浪费太多时间了。伊一个凤梨酥摕过完了呢，我就发现伊就开始底下背，然后背开完了呢，我发现一件神奇的事情，伊甲背开，伊就甲迄个往来说。饼油啊，他就一直把它，甲迄个饼油啊拍掉，就安尼甲用个边啊，敢若亲像咱咧剥物件安尼有无？就把它剥到下面，而且是这样子绕着剥。我就跟他讲说，你很不惜福呢，有东西你要自己吃，怎么可以这样浪费呢？结果他就看我一眼，他继续，他还是这样子剥。然后完以后，我讲啊，我讲那这样子不行，你这样子耽误我们太多时间，而且你这样太浪费了。然后呢，他就看着我。结果呢，他就顺势，我是这个在阶梯上，我们看到照片上面，我在阶梯上，他在下面，我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一个转角的这个阶梯的边边，他其实不是把这个饼屑，他把它剥掉，他其实是在做分享，他在分享什么？一些的喂蚂蚁。这只猴子把我给他吃的东西，他在分享给那些蚂蚁。而且它是沿着这个阶梯的旁边这样子剥，然后就整群的蚂蚁就这样，这样子就整个出来，高下出来搬饼油啊！我那个当下看到以后，我就忽然间想到，
上人开示的时候，其实拢定在讲，其实众生拢有灵性，万物皆有灵，众生拢在咧说法。只是我们常常都会忘记这件事情。我们人类啊，咱拢讲是咱是上有智慧的，咱是上巧上万灵的。可是当下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可能在细微的地方，咱的思考有当下，佫对不对动物？为什么？因为他不只有他自己会当顾到伊家己会饱生活尔，他还懂得去分享。他其实可以把这些东西，他可以带回去。我不知道他住哪里，他可能就是可以藏起来，他可以慢慢使用。那弄啥搞咧讲物件，他还会把他的食物藏起来，在他这个腮帮子这里。可是他没有，他反而是他自己够用了，他还懂得再把它分享出去。所以我就想说，对，所以茹素这件事情，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吃很多动物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食物链呢？因为它本来就是应该给我们吃啊，所以为什么不行呢？那所以我想要问各位，如果你觉得有人拿着一把刀在后面追你，然后要吃你，你会不会害怕？我会。那你们会不会？所以因为我们常常只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看待现在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当我在当时看到这只猴子这些行动的时候，我就觉得伊跟他差别讲话尔，伊所有的行为都是跟人同款。那如果跟人一样的话，我们怎么忍心去吃这些有灵性的动物呢？怎么忍心去吃这些有生命的动物呢？或许有人又会问说：啊，恁吃青菜，青菜不是同款有生命，伊唔才会大张。那当然啦，伊当然是有生命，伊才会大张啊。但是问题是，一个是有情，一个是无情，一个是有情感，然后一个是没有的。动物会流血，他们会害怕，他们会嗔恨，可植物不会啊，植物袂啊，伊袂安尼啊。所以其实咱伫咧要吃以前，是毋是有心中有考虑过，食人一口啊，以后你要向人一刀呢？毋是食完都无代志啊。所以真正就是上人开始甲咱讲，咱福气要做起来炖。啊，咱嘛唔好去食这个欠人的这种，我们真的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因为真正是危险的。我们要懂得尊重生命。在当下，我就觉得这个神奇的画面，让我看到了这只猴子它的这种分享，还有它的这种爱。那还有就是有定定咧讲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个性甲成长。平平伫柬埔寨迄个所在，伫咧两个无同款的现场。我就发现两只猴子的个性完全不一样。这只猴子呢，它懂得分享爱。那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休息书画的地方的那只猴子，个性非常的暴躁。因为有前一天的这只猴子的它的这种爱心的行为，我就第二天我们又在另外一个现场看到另外一只猴子在找东西吃，我就想它应该是饿了，我就把面包我就分它一半。结果他拿到面包看我一眼，他就把面包丢到地上。我就你怎么这么浪费呢？然后就捡起来。后来我就想讲，猴子不是最喜欢吃香蕉吗？我们现场有香蕉，我就拿了一根香蕉就给他。我就看他接过去了，他就开始掰香蕉。香蕉节掰完呢，他只有吃一口，他又丢掉了。猴子不吃香蕉，奇怪嘞！我头一摆看到，无这个狗是拢吃什么？然后我就想，那他这个不是腰，不爱吃香蕉，不是要吃什么？我就看到他在那个这个饮料的那个这个回收的那个地方，他在那边一直翻东西，一直找。我就想讲，伊敢会是喙焦？那刚好我们有那个椰子水，喝椰子水，我就把那个椰子水有剩一半，给破开，原料过去挂。我怎样讲？我就猜他是不是口渴，我就摕互伊。结果摕互伊原料他没有像前一只猴子那么有礼貌，还会点头谢谢。他是用抢的，他就直接这样给我抢过去。一直咧抢过完了呢，伊就马上就咕噜咕噜咕噜，就马上就喝下去。啉完了哈，我就看他真正是喙焦，啉无够，我就赶快就再递了半瓶水给他，他就赶快就又喝水。喙焦解决完了呢，伊水拢啉完了，伊才有想到要吃物件，他就又回头去把那个面包又捡上来，他又继续吃。在那个当下，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呢，在
跟人家在做分享，我们在这个希望可以奉献我们一点心力、爱心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给对的，给需要的。伊真正就是喙焦，你摕互伊食，伊当然唔肯；伊真正是巴肚枵，你敢若摕水，伊当然唔肯。所以应该是爱互因需要的。真正在灾难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提供他们需要的。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达到有帮助到他们。可是呢，看到2只猴子边边是高，个性差这么多，我就想到上人开始咧讲哦，环境甲人家培养真正真重要。因为前一只狗伊是伫咧饲院里面，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发现到了，它其实就是它的个性就是非常的温顺。而且有礼貌，但是另外这只狗是伫咧这个商店的所在、商店的地方，所以他可能看到的跟他遇到的完全不同款，所以个性暴躁。所以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环境嘛影响动物，所以要安怎伫咧一个好的环境里面来教导，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但是在《高僧传》的拍摄过程呢，其实我个人就是因为这个。去到实地拍摄，就感受到、看到很多事情，然后看到狗嘛好，看到其他的事物嘛好，让我感觉到一项代志，众生的心性难调，真正这个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只是问题是我们都是众生，我们自己嘛是同款呐。所以在演绎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保持着一个学习的态度。那还有呢，就是有的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因为拍摄《高僧传》久了以后，我就会变得有一点点比较教条，会说教？我说完全不会，反而是一个很生活的、很现代的，而且完全是真科学的讲法。为什么呢？譬如讲茹素，有的人讲，因为你是宗教信仰，所以你就坑我假手。跟各位报告，不是这样。我个人已经茹素20多年了。这20几年来茹素的过程呢，因面呢，有对拍的过程，有阮妈妈发愿的过程，搁再来了解愈多了，你会愈感觉真正舍不得、不忍心、不忍心听到所有动物一直咧哭的声。然后再来就是，你如果真的把每一个动物，你都把它当成是一个人，你免来忍心去伤害伊。有性命的动物，不是本来就是应该要给咱吃，绝对不是这样子的。那还有医学上的报道，动物在临死之前呢，他们会产生恐惧，会害怕，他们散发一种毒素，这种毒素其实不是煮会掉的。所以真正为着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一个更私心的行为，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地球暖化，其实呢，即马全世界拢在咧推动素食。这个素食的推动呢，其实是为了咱居住的环境，为了我们居住的环境。如果不为自己着想的话，你也应该为了下一代。咱到底要让咱下一代是什么款的环境？所以有种种的因素，应该会当让大家了解讲，其实素食并不是干那单纯是宗教的信仰尔，你是真正是一个爱的表现。如果爱你的家人，爱自己。还有你爱你居住的环境，爱你的下一代，你应该就要茹素，而且是从现在开始。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最澄大师。最显法华一佛性，定清道心立观病，大从大宗立戒经，书种地价团幻定。最澄大师，日本天台法华宗之创始人，其受戒后因不满当时奈良六宗的车迷，这个伤过车迷的风气吼，所以伊就孤身一人前往比雷山来钻研《法华经》12年，对智者大师这个推崇备至，随后受到桓武天皇重用，并破例成为遣唐桓学生。经历了2次渡海的险难以后，成功于大唐取得天台3大部，并继承了禅、密、圆、戒4大法脉。
大师归国后，大兴慈善事业，弘扬法华思想，而且大师他厉行制度改革，与比瑞山创立了日本平安时代的第7宗。大师一生发愿将日本打造为大圣圆顿的法华净土，其兴建大圣戒坛的愿望也于圆寂不久以后实现，并由代代弟子来发扬光大。至今比瑞山仍被尊为日本佛教的母山，后世追封为传教大师，并与空海大师齐名。最近在大爱台刚刚下档的最澄大师，当时呢拍这出戏的时候，我们到了日本比瑞山，最澄大师就是修行还有道场就是在比瑞山严立寺。我还记得到那边我们要拍摄的时候呢，因为有几场重点的戏必须是在现场拍摄的，所以当我去看的时候，场景都安排好了。有一场戏是很特别的，这一场戏呢是最澄大师，伊伫咧闭关闭关过了刚伫咧一段时间了，因为无化缘，所以伫咧迄天他特别就是要外出托钵，可是因为都没有进食，所以呢昏去，他就在这个风雪中狂风这个大风大雪当中，一种要昏去，昏去完了呢，他醒过来，因为心态虚弱。所以产生幻觉，这个幻觉他看到什么？他看到前面白茫茫的一片，其实都是拢是落雪，可是在他眼中看起来是烧烫烫的白米饭。所以伊一个要求的啊，伊从赶紧对这白米饭赶紧甲摕起来食。等伊食落去嘴内的时阵，头一喙两喙完了，伊就马上清醒开。为什么？因为规个冰冷，甲伊从冷一个从精神起来。那为了拍这场戏，我们特别到现场，就是希望就是会有风雪会当落雪。但是呢，我们现场的这个拍摄大队去到这个比瑞山拍完第1天以后，当地的寺院有法师陪同。那因为我们每天要拍摄的场景内容，我们必须都得要跟法师们沟通报告。结果他听到我们要拍这场戏的内容呢，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前几天上礼拜这大一两个礼拜。已经落雪、落大雪、落过啊！他说气象报告没过落雪啊，那我们一听就很紧张。我们就是为了拍这场大风雪来到家，结果伊讲没落雪。那我们跟大爱台的同仁呢，我们这个外景拍摄完毕，回到饭店要用晚餐的时候，我们就先开会了。如果不下雪的话，有没有备案？那有没有这个第2个拍摄的这个计划？我就底下在讲的时阵，过程当中，我就告诉我们的这个同仁，我说：“你放心，一定会落雪。”好，大家开始用晚餐。其实那咧吃暗顿的时阵，我那咧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当然还在讨论拍摄的内容。到用完餐呢，这个因个人要等去房间休困的时阵，伊个问我讲：“老师，如果明天不会下雨的话，有没有这个第2个方案？”我讲唔免烦恼，一定会下雪。好。那大家就想说，我一直讲会落雪，因就想讲就决定安尼就好啊。当他真正行要我入去坐电梯的时阵，因就问讲，那不下雪，我们有没有拍别的镜头呢？我讲你放心，一定会下雪。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我不是未卜神知，我不是伫咧算命，我要来知伊到底会落雪啊，未落雪。其实呢，我入去到房间了后，因为我住迄间房间是一片的落地窗。我自己就等我徛在迄个窗仔门边，我看外口，我心里就其实也是有一点焦虑，也是很担心。不下雪的话怎么办呢？我看着窗外，我就不断的就心里只要就默默的祈祷，就是祈求这个诸佛菩萨、龙天护法保佑。其实呢，我伫咧讲吼，心肝来讲的就是，我们今天来到日本比瑞山，第一，我不是来观光，我不是来佚佗，其实我是来做工课。第二，这个工课嘛是真正是为了盈利的工课，你是真正是拍这个高僧传，而且是希望以戏弘法，所以祈求真的拍摄过程可以顺利。好了，那讲完以后，祈求完毕呢，就真的上床休息，都去休困啊。但是心肝来真挂碍就无法度困落眠，差不多7点外钟我就精神一摆。
差不多2点外的时阵，我就起来，我就徛去窗仔门边看卖啊，看外口有落雪无，暗蒙蒙拢看无，好，我就继续搁去倒咧。结果倒咧差不多点钟前又搁爬起来，搁去窗仔门边搁看卖啊，同款暗蒙蒙拢看无。这样子来来回回呢，1点外钟，结果上尾也一早起来，差不多4点外要到5点，我就怎啊困袂去，我就徛在迄个窗仔门边，我就一直看外口，一直看天顶，我就想讲，唉。那假使真正无落雪，那安尼今仔这场戏是要安怎？我就徛在遐一直看，怎一直想，想到尾啊，有一点放空诶，就状态就是有一点放空，就看着窗外。忽然间，我看到有一片白色的，安尼白线安尼飘啊飘啊飘，拄拄伫我诶目睭前，我就迄个隔着这个玻璃，我就安尼甲看卖啊，下雪了，落雪啊！这是树仔顶的迄个雪，是怎啊摇摇的怎啊落来，去风吹落来，还是真正落雪？我都去斟酌甲看卖啊，天开始慢慢啊光起来啊，慢慢啊安尼，慢慢啊天慢慢亮了，我就看到天空真的1片、2片、3片，哇，愈来愈多，愈来愈多，真正落雪啊！哦，我那个当下真的是很开心。而且呢，心里真的就是不断的感恩，真的太感恩了啊！然后又想到说，哇，要出来以前真正感恩上人对我们的祝福，以及让我们会当拍摄顺利，而且所有的参与的人员都能够工作顺利，而且可能平平安安。我那个当下真的很开心，很开心。我一个去到迄个吃早顿的所在呢，因就跟我讲，老师已经落雪啊，咱是不是赶快出班去拍摄？我讲不要急。因为迄场戏需要爱有1点仔雪，爱积雪，雪爱较高1点嘛，所以我们可以再等一点点时间。然后呢，伊怎讲？那如果雪那天气要安怎？我当下其实心肝有小可切一下，可是呢，我马上转念，我讲不会，它一定既然下雪了，一定会继续落雪。好，我就一面用早餐的时候，我就一面看着窗外，还是会有一点小担心。我就看着窗外，果然都。雪不是天气，你是愈落愈大。我那个当下真的就放心嘛，而且也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恩。到现场呢，终于可以如愿的拍完那一场落大雪，然后我昏倒在那个雪里面，醒过来，在大雪中在吃的这个白雪那个桂点。在那个当下，当天戏拍完以后呢，我觉得我就只有一个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哈，就是做任何事情，上人呢，常常开始的时阵拢在甲地主讲哈，我们都常在听，就是要多用心，而且爱有信心，而且爱常常发愿。其实常常发愿呢，咱会感觉讲啊，这是一个宗教信仰，所以咱才会想讲发愿，其实千万唔通误会哦。上人只是咧提醒咱。叫阮吼爱发愿，发愿其实是时时刻刻在提醒自己，知道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你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要多用心，要专注。真侪代志若是袂成，就是因为你三心两意做代志，无伫咧当下，一心多用。那如果你可以用心在当下，而且可以真正的专心的、专注的，跟着我们所发的愿。朝着我们的方向去走，朝着我们的方向去做，其实代志大部分拢是会当完成的。有信心，而且都要有愿力，要有愿行、有愿力，发愿身体力行，真侪代志才会当顺利完成。那这个是对于我在拍摄这个最成大事，我自己亲身经验去拄到的代志，我真的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而且。真的在当下就忽然间就发现一件事情，真正有心者吼事竟成，而且有志者，不是只有有志者哦，不是干那有志者哦，你是有心者事竟成。感真和尚献心命，完成团界的本性，六处东渡还险境。东郊提示要功名。鉴真大和尚
如果各位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也是一样，在这个网络平台这个网络上面 YouTube 你也可以点阅哦。你若以前没看到，今嘛你用来看卖啊。鉴真大和尚6次东渡，为着要传法传戒，其实当你踏上日本踏上日本国土的时候，他已经两岸失明啊。因为伫咧人要来邀请伊去传法的时阵，伊所有弟子拢反对，无希望师父去。其实反对是惊师父，因为年事已高惊伊安尼奔波对伊身体法体伊感觉会担心，所以希望伊会当卖去。但是鉴真大和尚发现，所有弟子无人要去，好，恁若无人要去，好，安尼我来去。伫咧伊的个人踏上即个传法的路程，其实遇到真侪考验。譬如讲，伊的弟子，伊为着惊讲师父真正安尼奔波，伊就去过官府，希望会当留住伊的师父。师父当然会当了解弟子是为着要甲师父留落来，但是伊关心的关爱着只是小爱，可是师父呢，看的是长情大爱，看的是利益众生。所以呢，几次的波折，准出去又搁再倒转来。那几落摆的失败，当伊踏上日本国土传法的时阵，其实我自己在演绎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个人是非常感动的。什么样的精神，还有什么样的愿力，会当互伊安尼坚持，经过所有一层一层的难关的考验，道心无退失。依然坚持着要传法这件代志，传法的精神这么伟大，那求法的，西行取经路遥远，东归易经众法团，求法心切将未断，传法精进意气全。在我演绎玄奘法师的时候，求法的精神呢，玄奘法师其实有速度是跟死神擦身而过。为什么？因为在咧这个求法的过程当中，经过层层的沙漠，甚至已经无水通啉，枵到昏去，但是伊嘛无退失道心，伊只有一个想法尔，就是坚持信愿，信愿行，一定爱行到目的地。人若真正袂当行到位，绝对我的精神准做是会当关系我这个色身，我也是共款要达到我这个愿力，一定要完成，一定要求法。当时若是无玄奘法师求法，去遮尔济普经，甲伊早倒转来，其实咱即嘛无可能有遮尔济普经，会当互咱求念，会当来上经，会当来学习。所以呢，几位大师的求法传法的过程呢，互我感觉真正是深深的感动。所以《高僧传》对于我个人而言呢，其实是上人对我们的期许对《高僧传》的期许，以法入系，以系弘法。那要以法入系呢，我们就要更精进。以系弘法，我当然个人也会有特别的感动。人间的路，深一脚，浅一脚，步步都是故事。人生的缘，善一段，恶一段，段段都是命中注定的。人间的事，明白一时，或者是糊涂一时，事事都有因果。所以呢，其实我们能够这辈子有幸有这个人生，人的辛苦千万不要空过，也不要浪费了我们这一辈子，会当来出世做人。我们在看《高僧传》的时候，我们以《高僧传》历代高僧的故事为基础，我们学习高僧的精神。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当做一个真好的修行人。菩萨道、人间道，咱只要把握到这个有用的人生，咱应该都爱行入人间，
为所有的人做贵人，为所有的人做菩萨，唔通浪费咱这世人会当来投胎做人。或许有的人会觉得，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到底可以做什么呢？其实要给各位提醒，而且要勉励大家，平凡当中有不平凡的故事，每一位都是说故事的人，每一位都是人间的菩萨。既然身为凡人，我们就在平凡当中来做不平凡的事，期许大家可以走入人间的道路，期许着大家我们可以来做各位的菩萨，互相祈勉，咱会当在咧修行道路上会当继续精进，会当步步踏实向前行。感恩。那是什么？